今天我们来聊聊让北京感到紧张的3亿农民工，以及为什么有人说他们可能变成社会火山口。最近中国官方突然强调要严防农民工大规模返乡、滞乡，连过年回家这件事似乎都被当局视为隐患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农民工这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。据官方数据，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接近3亿人，其中约有1亿8千万人在外省打工，他们多半来自农村，背井离乡进城做苦力，从事建筑、制造、配送、服务等最辛苦的工作。他们用汗水参与了城市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腾飞，却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。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，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无法在城市真正落户，享受不到与城里人同等的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公共服务。他们被称为农民工，其实身份有点尴尬，在农村以无土地为生，在城市又缺乏保障，成了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。可以说，农民工这3个字本身就是中国城乡巨大差距和制度性压榨的产物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无数农村年轻人涌入城市，他们接受了最底层、最繁重的劳动，盖高楼、造工厂、送外卖、扫大街，用廉价劳力支撑起世界工厂的美名。然而，他们自己过得并不体面。让我们走进一位农民工的日常。这位60岁的河南师傅，每天清晨6点就出工，在户外工地干14-15个小时，挥汗如雨的粉刷墙壁。一天下来，如果有活，他能挣400块钱左右，看似不少，可那是用健康和时间换来的血汗钱。他中午舍不得多花，常常只是啃2张饼，喝1碗清汤当午饭，花费不过8块钱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馆子改善一下生活，他苦笑着说，钱难赚，得省着点花。他1年难得回家1-2次，常常住在简陋的工棚或地下室，舍不得花15块买杯奶茶犒劳自己，但只要孩子说想喝，他一定会掏钱买，哪怕自己再节俭，也要满足远方孩子的一个小愿望。这就是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。为了家庭，他们咬紧牙关，拼命工作，把城市的繁华建立在自己卑微的肩膀上。然而，经济的荣光背后，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极为有限。大多数农民工工资不高且不稳定，平均月收入也就4-5千元，还常常面临拖欠工资的情况。一些包工头工程款不到位，就赖着不发工钱。农民工辛苦干完活却拿不到报酬的事时有发生。他们没有正式劳动合同和保障，一旦受伤、生病，医疗费用难以承担，年纪大了干不动，就没有任何退休保障可言。很多人在城市打拼10几年，最后却难以在城市安家，只能继续漂泊。可以说，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，有农民工很大的一份功劳，但他们自身的处境一直像在钢丝上求生，充满了不确定和风险。即便如此，在经济景气的年代，农民工们还能凭力气挣点钱，养活家人。但最近2年，情况急转直下。2023年以来，中国经济明显下滑，对农民工打击最大的是制造业和房地产建筑业的低迷。由于外需减弱、外资撤离等原因，不少制造业工厂订单锐减，有的缩短工时，有的干脆关门停工。同时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许多建筑工地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而停摆。在传统农民工大省广东、江苏等地，今年出现了项目提前完工、工地提前停工的现象。比如在广州，一位从事建筑的包工师傅无奈地说，今年工程很早就停了，工资还被拖欠，只能提前收拾东西回家，真是干不下去了，今年亏得厉害。珠三角地区有经济学者观察到，中小企业停工的比例上升，临时用工需求骤减，许多企业提前放假停产。这些变化对农民工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城市里无工可打的日子开始了。活少、钱少，加上城市生活成本高，对他们来说，继续留在城里每天都是支出，却看不到收入，已经变成一笔明显不划算的买卖。于是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提前返乡潮出现了。今年入秋以来，许多外出打工的人提前踏上了返乡路。往年通常要到腊月，临近春节前1-2个月，才会迎来民工返乡高峰。
然而2025年刚进入11月，我们就看到了各地车站里大批扛着大包小包返乡的人潮。广州上永汽车站等长途大巴回家的队伍早早排起。一段网络影片显示，在广州的汽车客运站，一位女子拍下身后拥挤的人群，感叹道：“你们看，这么多人提着行李要回老家，广州缺工作机会，返乡的人越来越多，打工潮已经结束，返乡潮开始啦！没来广州的人就别来了，就在老家吧。”在他的镜头里，几辆长途大巴载满了行李和乘客，准备发往湖南、江西等地。另一段来自江苏昆山的视频中，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返乡的人。一位网友苦中作乐地说：“现在离过年还有3个多月呢，人就已经走了一半，回家不挣钱，至少不亏钱。”这些画面触目惊心，打工的人提早1、2个月就收工返乡，仿佛提前到来的春运。实际上，这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弹，工作机会减少，民工们才会如此早地离开城市。据统计，今年11月初，广东、江苏等地的出租屋区域人去楼空，比往年同期冷清许多。有客运站的工作人员透露，他们从11月起就不得不增加开往农村老家的班车班次，因为返乡客流远超往年。对许多农民工来说，这种提前返乡是无奈之举。在城市待着没有收入，每天还得付房租、水电和吃饭开销，等于坐吃山空，不如早点回老家，至少生活成本低一点。有人打趣说，现在车票还没涨价，人已经走了一半。的确，由于不少人提前返乡，今年春运的压力可能都要往前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波提前返乡潮并非只是个别地区的异常现象，而是多地同时出现的趋势。这说明经济的含义正在从城市传导到乡村。如果说以往过年返乡是阖家团圆的喜庆，那今年许多人的返乡却带着几分凄凉和失落，因为他们是赚不到钱，只好回家。正如一位网友总结的，有工作谁愿意回乡？归根结底还是就业问题。这句话点破了天机，只要城市不提供足够的饭碗，农民工回乡是挡不住的趋势。落叶归根本是人之常情，现在却变成了政府试图防范的事情，难怪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。是的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官方开始对这股返乡潮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和警惕。2025年11月13日，中国农业农村部召开了一次会议，特别提出要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、滞乡。这个说法过去从未听过，一下子引发了网络热议。按照官方解释，他们倡导2稳1防，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，稳定脱贫人口务工收入，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。其中那个1防指的就是要防止大批农民工失业后回到农村长期滞留，进而重新陷入贫困。换句话说，政府担心大量农民工留在农村无事可干，最后变成没收入的贫困人口，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。这条通知等于官方变相承认了当前就业形势严峻，如果不加干预，可能真的会出现许多人留在老家无所事事的状况。消息一出，不仅农民工群体，连普通网友都议论纷纷，大家纷纷吐槽说，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官方叫灵活就业，现在下岗回家了，又被叫做滞乡，留守儿童没人管，返乡滞乡却有人管，真是荒唐。难不成穷人连回老家的权利都没有了？在外混不下去，急需回乡的怎么办？政府还能拦着不让回吗？难道让他们在城市喝西北风？党居然开始害怕老百姓回家，这是哪门子政策？一时间群情哗然，许多人敏锐地指出，政府真正担心的不是人们回家本身，而是回家之后可能带来的不安定因素。有网友说的直白，留在城里好集中管理，回乡后万一闲着没事，搞出个陈胜吴广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怎么办？看来他们是心虚了。甚至有人直接点名历史上的张献忠、李自成那些带领农民揭竿而起的造反领袖，讽刺当局如今最怕的正是数以亿计的张献忠们重返农村。那么北京当局为何如此如临大敌地防范农民工返乡呢？我们不妨分析其中的深层原因。首先，从经济上讲，大批农民工留在农村意味着城市劳动力的外流和贫困的回潮。
这些年中国政府反复宣传消除了绝对贫困，但那主要是靠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增加收入实现的。如果现在经济下行，农民工失业返乡，他们很可能收入骤减，甚至没有收入，从而重新返贫。官方当然不愿意看到辛苦树立的脱贫攻坚成果付诸东流，特别是很多农民工本来就是精准扶贫对象出身，脱贫没几年又失业，这将直接打脸官方的政绩。其次，从社会层面来看，农民工集中返乡可能带来农村地区就业、治安和公共服务的新压力。农村原本产业就不发达，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。一些返乡年轻人试图创业，比如贷款养殖、种植特种农产品，但很多都失败亏钱。有人调侃，种点菜，养几只鸡鸭，还比打工强，但真要养家糊口，种菜养鸡远远不够。如果长期没有像样收入，村里人的生活怎么办？有基层干部就担心，近年农村很多家庭的开销，比如老人医疗、孩子教育，都得靠年轻人在外打工寄钱回来支撑。一旦这条钱流断了，农村家庭的日子将难上加难，甚至基本医疗和温饱都成问题。这些潜在的矛盾会在农村累积，时间长了可能出大问题。难怪有地方村干部已经行动起来，主动给返乡年轻人打电话，劝他们赶紧出去打工，别整天闲在家。这一幕听起来令人心酸，村支书都开始着急地往外撵人，可见上头压力有多大。对官员而言，农民工待在农村无事可做，仿佛一颗颗不定时炸弹，谁都不知道哪天会出事。与其让他们聚在村里抱怨，不如赶紧劝走，至少分散在外面还好管理。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埋藏在历史记忆和政权本能里的不安。中国历朝历代，农民造反往往是王朝动荡甚至崩塌的前奏。从秦朝的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，到明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，无不源于广大农民在饥寒交迫、走投无路时被迫起事。中共自己当年也是打着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旗号，发动广大农民推翻旧政权。在革命年代，毛泽东深谙农村的重要性，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号召革命力量农村包围城市。可以说，中国执政者对农民的力量既有利用过的经验，也有畏惧的传承。如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当家几十年后，渐渐疏远了农民，但他们不可能忘记自己是踩着农民的肩膀上台的，而一旦农民对现状不满，可能也会成为将他们拉下马的力量。对今天的当权者而言，3亿农民工就像沉睡的巨龙，平时分散在各地默默无闻，一旦因某种契机联合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特别是农民工这个群体有几个特点：年富力强，吃过苦，胆子大，抱团。他们常年离乡在外闯荡，见过世面，不像过去那种愚昧顺从的老实农民。如果被逼到绝境，他们敢于反抗的意志可能比谁都强。近期就有一些苗头让当局心惊，譬如四川江油发生的群体事件，数千民众因不满警方处理一桩未成年欺凌案而走上街头，和大批镇暴警察对峙，场面极其激烈。又比如海南琼中的事件，当地农民因为国企偷偷砍掉他们赖以为生的槟榔树而愤怒维权，上千人包围公司，掀翻警车，甚至传出警察鸣枪示警的消息。这些事件中参与者很多，正是普通的农民和农民工，他们展示出的团结和勇气，已经让中共当局看到了新时代农民反抗的火苗。一位海外评论人士形容道，农民工一旦揭竿而起，就可能形成燎原之势，动摇中共的统治。这绝非危言耸听，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。正因为如此，北京当局才对农民工的大规模返乡感到如坐针毡，生怕这些人回到老家后串联起来生事。网上就有人分析说，在大城市里，农民工虽然人多，却彼此陌生，各自为战，如同一盘散沙。而且城市里到处有监控摄像头和大量警力，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压下去。但回到农村情况就不同了，老乡邻里本来就有宗族和地缘关系，一个村一个镇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很容易组织起来共进退。此外，农村地广人稀，监控和控制能力远不如城市。不少农村地区常住人口虽少，但一旦真出了事，
当地派出所那几个警察根本招架不住，上级调动武警大队奔赴山乡镇压也没那么快。在偏远乡村甚至边境一带，如果聚集起千百号精壮汉子，搞点土枪土炮，分分钟可以让地方官员吃不了兜着走。说到这里，也难怪有人半开玩笑的评论，毛泽东真是革命天才。当年经济不行没工作，他把几百万城市年轻人赶上山下乡，一来给农村输入劳力，二来把可能闹事的城里人分散掉，以免聚在一块生乱。现在看，中共还真怀念那招啊。然而在今天，已不可能大规模搞上山下乡运动去安置失业人口。面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，如果经济持续不景气，当局确实很头疼。他们何去何从？留在城里吧，就业压力和治安风险都在城市；赶回农村吧，又怕他们闹出点大动静，真可谓进退两难。从农民工本人的角度看，他们其实正陷入留在城市还是返乡的两难。在城里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，每天烧钱等机会，日子难挨。可回到老家，虽然吃住开销小一些，却几乎挣不到钱，只能苟延残喘。有年轻人坦言，在大城市上班虽然累成行尸走肉，但至少还有工资拿。返乡务农虽清闲点儿，心灵也自在点儿，但收入微薄，长久下去看不到前途。许多回乡的人折腾一圈，发现农村根本留不住他们，要么没地种，要么种地赚不到钱。现在不少农村青壮年其实不掌握农业技术，家里田地可能早就撂荒或流转他人，让他们重新当农民也不现实。即使手上有几亩田，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迷，小农经济养不活一家人，返乡创业也很难。一没资金，二没市场，大多以失败告终。有人借钱养殖牲畜，结果行情不好，血本无归；有人开个小卖部或修理铺，村里人购买力有限，也挣不到钱。对这些经历过城市繁华的年轻人来说，让他们老老实实在乡下种地务农，其实比让他们在城里摆摊还困难。他们心气早已不同，因此部分返乡的农民工陷入了一种消沉的状态，网络上称之为躺平。既然无力改变现状，就降低欲望，过一天算一天。在农村躺平的成本相对城市确实低些，住自家老屋不用房租，种点菜养几只鸡，有口饭吃饿不着。但对整个社会而言，如果几千万劳动力就此消极闲置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潜伏的危机。长期游手好闲还养不活自己的年轻人，心理容易失衡，稍有煽动就可能铤而走险，这也是官方惧怕的原因之一。正如一位评论者所问的，如果一个村子里许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整天聚在一起，又会发生什么？这的确发人深省。历史证明，当大量青壮年无事可做，又看不到希望时，往往滋生出动乱和反抗，哪怕不爆发革命，也可能出现治安恶化、犯罪增多等问题。政府显然不愿见到满村都是闲晃的壮劳力，那样的画面让人联想到火药桶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北京当局紧张万分的防范规模性返乡治乡，因为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层难题。一方面，城市经济放缓，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，吸纳不了那么多农民工；另一方面，农村产业基础薄弱，承接不住大规模回流的人口。这种上下不着的夹缝正好卡住了农民工这个群体。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红利的象征，曾经源源不断进城挣钱，支撑了家庭和家乡的发展。如今人口红利消退，经济增长进入瓶颈期，这些人反而成了体制最难安顿的一群。更棘手的是，新生代还在不断涌入劳动大军，再过半年又将有上千万大学生毕业寻找工作。在2023年，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20%，官方后来干脆停止公布这个数据，令人生疑。这些找不到体面工作的年轻人，有些也选择逃离城市，到农村或小城镇暂避风头。可是农村能给他们的，只怕也只有沉闷与失落。一些高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回到乡下，发现自己施展无门，只能跟随父母下地劳作，内心落差可想而知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对现状会产生强烈不满。他们不是所谓的乡巴佬，而是见过世面的新一代。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梦想在现实中破灭，
怨气和反抗意识可能比父辈更强烈，这也是未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。那政府又能怎么做呢？目前看，官方除了开会提出原则，让各地稳定就业，促进创业，并没有太明确有效的办法。要真正解决问题，无非两条路，要么让农村经济发展起来，就地提供更多生计，要么让城市重新创造大量工作岗位。可这两条每一条都很艰难，绝非短期能达到。农村要兴业，需要长久的投入和改革，比如加强农业现代化，发展乡村旅游或特色产业等等。但这些见效慢且有限。城市要新增岗位，更需要经济整体回暖，高速增长重新出现。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阵痛期，低端制造业减少，高科技产业一时又接替不上，服务业受消费不振影响起伏不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短期内很难吸纳所有闲置的人力。一些地方政府也许会采取临时举措，比如组织培训班，号召所谓乡村工匠培育，或者安排返乡人员参加公益性岗位，例如村里做保洁员、护路员之类。但这只能解决极少部分人的温饱，而且花费财政资金，财政本来就紧张，地方政府自身债台高筑，要他们拿出足够钱来养活闲置人口也不现实。于是矛盾就这样搁在那里，靠市场吧，暂时没有那么多岗位；靠政府养吧，政府也养不起几千万壮劳力。所以官方才退而求其次，把重点放在维稳二字上，尽量不让这些人形成气候，不让他们聚在一起闹事。在城市用监控和高压手段控管，在农村提前打预防针，让基层盯紧返乡人员，发现苗头赶紧报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千方百计确保这座社会火山不会喷发。但这真的能管用吗？我们不妨回到开头那个形象的比喻，3亿农民工犹如社会火山口下的炽热岩浆。当经济繁荣，社会安定时，这岩浆深埋地下，虽炙热却不外溢。一旦经济遇冷，矛盾激化，岩浆就开始在地底沸腾，寻找宣泄口。如今我们看到的种种迹象，提前返乡潮，官方紧急喊话，民间怨声载道，都说明这座火山正在积聚压力。中共当局试图在火山口上加盖子，用行政命令和维稳手段压制返乡潮，压制民众的不满。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越是在火山口死命加压，将来喷发时威力也会越大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疏导压力，化解矛盾，终究无法永远避免火山爆发。所谓从政者的智慧，就在于能否听到火山深处的隆隆之声。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转折期，3亿农民工的命运也是中国未来走向的缩影。他们在城市挣扎求生的岁月，换来国家 GDP 的增长，而今他们困居乡土的迷惘，则折射出发展模式的困局。这些劳苦功高的普通人，理应被看见，被妥善安置，而不是被当成麻烦一脚踢开，更不应被当作潜在敌人来防范。毕竟他们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民。话说回来，如果现实让他们看不到美好生活的希望，历史的剧本会不会重演呢？当年的陈胜、吴广不就是一群走投无路的普通士兵吗？他们有句名言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响亮地敲响了暴秦灭亡的序曲。今天的农民工虽然隶属于新时代，然而当工作机会消失，养家糊口成难题时，他们心中的不满和绝望未必会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少。尤其是当城市无工，农村无田的时候，一个人若没有活路可走，他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？正如有人点评的，他没有工作，反正都是一死，走投无路了，为了生存，他只能揭竿而起。这听起来令人心惊，但却道出了极端情况下的残酷逻辑。希望中国的决策者们能正视这一点，更希望经济环境能尽快改善，给千千万万农民工重新带来生计和尊严。如果没有切实的改变，仅靠限制他们返乡或宣传画大饼，是无法长久稳住人心的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会看到这座社会火山是继续被压抑，还是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出口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答案很快就会揭晓，我们拭目以待。